怎么好像有了双眼皮之后，反而双眼皮看起来就很假、很深、很宽、很厚？其实就代表着说，好像单纯做双眼皮手术这件事情是不适合你的，而且也暗示着其实还是有部分眉毛跟前额老化所堆叠下来的厚重感。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丽。大家好，我是整形外科李金轩医师。很多人来到诊间，通常觉得，我的眼睛、眼神好像不够漂亮，就问问看医师说，我是不是可以做个双眼皮手术来改善这样子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想法，就像之前影片跟大家分享的，眼睛跟眉毛，甚至到前额，它是一个连续的区段，所以它没有办法透过眼整形手术去改善所有的问题。有时候其实是在眉毛或前额这个地方出了一些情况，我们应该要改善这边，而不是一直在着重在眼整形的地方。大家知道吗？影帝梁朝伟曾经说过，要得到一个女孩子的芳心，一定要靠眼神。你知道那部电影吗？你有看过吗？没看过，真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告诉大家，如何透过非双眼皮手术去改善整体眉眼之间的美观。接下来帮大家介绍可能常见眉眼之间出了问题会有哪些表现。第一个，眉压眼的感觉，距离很近，很压迫，会让人家觉得十分的严肃，那甚至有点凶凶的感觉，难以亲近，甚至有时候在平常眼睛闭起来跟打开的时候，会无意识的挑眉，用额头这边的肌肉力量一直去发力，这些其实都是隐含着告诉我们，应该有着前额或眉毛老化下垂的问题。第二项就是八字眉，或是有点三角眼的感觉，眉尾或眼尾下垂，给人家好像运气不好、垂头丧气的这种状况，这也暗示着在前额或眉毛的老化可能也有出了问题。第三项，上眼皮有一些松弛或是下垂的感觉，甚至这种下垂的感觉，你会觉得合并上眼皮这个地方十分的厚重。那这种厚重的结构，其实也没有办法再透过用双眼皮手术去减少它的厚重感，因为上眼睑这个地方到眉毛到额头这里的皮肤是从一个薄到厚的过程。如果说厚重的感觉，用双眼皮手术修掉下面比较薄的组织，反而会让整体更加厚重，所以也不是对的方法。第四项也是我们最常在诊间会遇到的情况，来到我们的面前跟医师讨论说是不是适合做一个双眼皮手术，但是双眼皮的模拟，当你自己看镜子的时候，会觉得怎么好像有了双眼皮之后，反而双眼皮看起来就很假、很深、很宽、很厚，其实就代表着说，好像单纯做双眼皮手术这件事情是不适合你的，而且也暗示着其实还是有部分眉毛跟前额老化所堆叠下来的厚重感。所以如果有以上的问题，其实我们就要来评估看看，是不是不能只有评估双眼皮手术这样子的情况，而是要考量到上面的这些地方，我们还要如何去改善。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3种改善眉眼关系的手术：内视镜前额拉提、眉上切皮、眉下切皮。第一项，内视镜前额拉提，这个手术是在我们的发际线后方，透过4到5个小切口，大概1.5公分到2公分。那我们透过这些小切口以及高解析度的内视镜，从切口进去看到我们前额、眉毛以及眼眶周围这个地方的组织。那在内视镜的辅助之下，利用手术器械把这些结构适当的完整的松解，再把它拉提到一个理想的位置去固定。而固定的方式有非常多种，那常用的方式就是用高科技的5爪钉，这样子可以达到均匀、有效以及持久的一个情况。那这项手术适合的对象以及能够改善的问题，有眉压眼的状况，透过手术可以拉开眉眼之间的比例，那让整体的神态更加的柔和自然；或是有着眉毛跟眼尾下垂的状况，当拉提了上去之后，会让整体的眼睛跟眼神看起来更加的有神明亮。甚至有些人他是因为很深的抬头纹、皱眉纹以及鱼尾纹所困扰着，打了肉毒又没有十分很好的效果，其实就是需要透过拉提，让它整个是铺平摊开，让这些皱纹不管是动态或静态得到更平整的改善。当然更适合的就是在于追求我们上脸整体年轻化，又希望自然没有明显疤痕在脸上的人。综合起来，它是可以改善眉压眼、眉毛、眼尾下垂以及上脸这些皱纹，让它整体达到一个年轻化又隐痕
人的手术。这项手术是在全身麻醉下所进行的，大概需要1.5到2个小时。相对的术后照顾，其实在前面72小时就是认真的冰敷我们的眼周、眉毛这个区域，都会帮助消肿以及减少发炎的状况。那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会安排定期的回诊，大约10到14天，我们就会请你回来诊所帮你移除头皮表面的钉子。可是放在内部的五爪钉，虽然它会在半年到1年慢慢吸收，但是这段时间我们的组织已经慢慢的贴合，以及粘着在一个理想的位置了。前面2到3周会是比较明显的肿胀。可是通常在3到4周，甚至1到3个月都会越来越自然，越来越好看。术后其实是可以洗头的，而且在手术的当下，我们就会帮你完成头皮跟头发的清洁。回家其实术后2到3天之后就可以开始洗头，但是洗头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些细节。如果用这个当做一个大概的示意范围的话，像绿色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切口的位置，红色的这个地方则是五爪钉所要固定的这个点，蓝色的这个就是五爪钉的位置。蓝色的五爪钉实际上是放在内部的。当我们术后在洗头，要记得这个区块，因为内部有五爪钉，外面还有这个头皮钉，所以这个范围都要避免去搓揉，或是去把这个地方在洗头的时候去扯离头发。但是单纯的水冲洗流过去是 OK 的。如果是头发在头顶啊，或是后段的地方，你要去冲或是稍微温和的搓洗，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而至于前面这段的照顾要到什么时候呢？通常也是会等到定期的回诊，看整体恢复的状况 OK， 我们才会开始跟你说怎么样子可以慢慢恢复到比较温和洗头的方式。那因为这些切口都是藏在发际线后方，疤痕自然也都是藏在有毛发遮盖的地方，不会很容易被发现。有些人可能会担心，我原本的发际线就已经够高了，那这样子我在做内视镜前额拉提之后，发际线会不会再更高？这时候我们就会考虑，也许在做前额拉提的同时，搭配降发际线、缩额头的手术，整体的上中下庭3庭的比例达到一个更美观的感觉。第二项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眉上切皮。眉上切皮顾名思义，就是在我们的眉毛上方切掉觉得多余厚重又松垂的前额以及眉上这个地方的组织，再把下段的组织缝合拉提上去。可是实际上这种的效果，因为只有处理到浅层的组织，所以它相对没办法非常的持久，但是是适合不敢接受大手术以及可以接受眉上这个地方有疤痕的人。它的手术时间也相对的会比较短，大概1个小时以内采局部麻醉进行就可以，但是通常是建议是属于年龄比较大一点的族群。第3项也是很常提到的，就是眉下切皮。可是就要想到我们切除的是眉毛以下的范围，它实际上对于眉毛或前额这个地方组织的下垂是没有改善的，它只能够改善因为眉毛以下这些厚重的组织所造成的堆积感。实际上做完这个手术，有些人甚至会觉得眉眼间距变得更近，所以在眉眼间距近的人是绝对非常不适合做这件手术的。所以适用对象只有在于原本眉眼间距就比较宽，它也可以接受眉下的这个地方可能会形成一个疤痕的状况，但是也是要记得做完之后其实是没有提眉或是前额整个一起上去的效果。当然有些会在这个眉下的切口同时放一个3爪钉固定在我们这个眉骨上方，把一部分的组织稍微定在这个地方，但是毕竟它整个生理结构不是整个往上平铺，有点像是要从下面的力量去把上面的组织往上定，所以我觉得相对而言还是没有那么自然。那眉下切皮这个手术的话，也是采局部麻醉进行，手术时间大概也都是在1个小时以内。那不论是眉上切皮或是眉下切皮，其实都是相对于比较单纯的小手术，因为它的手术范围就在眉毛的上下方，手术之后这个地方也就是会有一个细细长长缝合的伤口，所以只要认真冰敷这个伤口的周边，那保持清洁，定期换药就可以了。术后大概7到10天，我们就会回来门诊，把这个地方的缝线拆掉。当然后续的疤痕照顾就是需要时间的，除了防晒、用除疤凝胶照顾，以及定期的回诊，看看疤痕恢复的状况如何，都是可以的。如果疤痕已经愈合的差不多，有些人可能就会考虑用化妆或是纹绣的方式去把这个疤痕遮盖掉。当然听完以上的说明，可能你对于这方面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是整形外科医师的身份其实不只是单纯帮你完成这件手术，更重要的是在于每一位求美者来到诊间的时候，能够评估你的状况，提供最合适、最专业以及兼具自然美感的建议，这样子才能够进一步帮你判断以及选出适当的疗程，朝自己喜欢及更理想的样子迈进。不知道大家是否觉得自己被一些眉眼相关的问题所困扰着呢？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你自己的判断哦。A. 眉眼距离过近，看起来凶凶的。B. 8字眉、三角眼，
看起来整体运势不佳。C. 抬头纹、皱眉纹及鱼跃纹非常明显，打完肉毒效果不好。D. 以上都没有，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状况超棒的。以上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是李金轩医师，我们下次见。